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现在正在分手中第11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在国开了一家名为我们的照相馆，只是生意一直不太行。正巧英恩见美叔有拍照的想法，于是拉着他和智叔光顾了在国的小店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英恩妈妈和幼晴也找上了这个照相馆。纵使英恩非常中意在国，也被外界的声音搞得心烦意乱，还好暖男在国对待感情一直很坚定，打消了他的负面情绪。回到本章，英恩和在国窝在沙发上看电影。电影结束后，英恩犹犹豫豫地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两人时间不多了，在国有什么想做的？在国的回答很浪漫，说了很多热恋小情侣要做的事情，这让英恩愣住了。其实他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在两人时间不多了这个上面。婆婆自杀的威胁让他觉得两人的结局只能分手。他告诉在国，想和他好好的度过最后的时间，这样两人也不至于留下遗憾。这让在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不久后，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进 The One 公司，他们找上英恩，要了 Sono 直营店和加盟店的销售清单。原来这伙人是查核组。等这伙人走后，仙珠担心起来。他听到证券公司工作的姐夫说，最近有个外国企业相中了国内一个知名的时尚公司，而这个时尚公司的代表品牌就是 S 开头的，这让英恩皱起了眉头。智叔也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他来找黄代表询问答案，黄代表却称智叔是在胡言乱语。结果智贤在一旁煽风点火，看着眼前让他不省心的姐弟，黄代表一阵头大。这时英恩也来到他的办公室，汇报完和拉法叶合作的进度后，英恩也提起公司收购的事情。不过黄代表依然三缄其口，看起来并不愿意透露内幕。人雅的 Lemo 组几人正在担惊受怕中，如果公司被收购后，他们可不确定对方还是否继续雇佣他们。老高对于他们的问题回答不上来，他自然也不知道黄代表的想法。见英恩路过这里，他问起英恩是否知道些什么，英恩则装作不知晓此事的样子，应付了两句直接离开。这让老高很无奈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不能等公司合并后没有工作，给一个朋友打去了电话。另一边，道勋也在和在国谈论这件事。道勋觉得这件事应该8-9不离10了，查核组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出手。在国瞬间担心起英恩来。此时的英恩正在和组员们分析和拉法叶合作的事情。拉法叶方除了对衣服的时尚感和体型不满意外，还提出了尺码和长度的问题。其实小组众人有点不想努力了，毕竟谁也不知道公司是否下一秒就会被收购。英恩见状很不满意，他告诉几人，设计师应该将心思花在制作上，一味的在意还不确定的事情，只会让自己积攒更多的负能量。小组众人这才恢复干劲。英恩为工作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父母又吵了起来。英恩妈自作主张准备将他们的房子卖掉，这把英恩爸气坏了，他坚决不同意和英恩妈离婚。他想不通，自己又没搞外遇，又没家暴英恩妈，凭什么英恩妈要和他离婚？英恩妈却一口咬定他搞外遇了，还说出了庆子的名字，这让英恩爸愣住了。他想起这是他给在国的备注，正想给英恩妈解释时，对方却愤恨地离开了。在国并不知道这场闹剧，他正因为收购的事情安慰着英恩，没想到英恩看起来很洒脱。他告诉在国，人尚且有生老病死，更何况一个公司。在国借此提起，家长们对他们的偏见也不会是永远的。他想让英恩再和他一起等妈妈们回心转意的那一天。英恩没有正面回答他，而是借着他身上蓝黑色的衬衫告诉他，不是所有的黑色都黯然无光，同样不是所有离别都是失望收场。此时英恩妈来到文化中心后，偶遇了在国妈。在国妈告诉她，她已经让英恩不要缠着在国了，这让英恩妈气不打一处来，让在国妈管好自己的儿子。两人为此大吵一架。见在国妈拿身份压他，英恩妈直接给英恩打去电话，而这一切正巧被在国听到了。见对面传来在国的声音，英恩妈又是一顿指责，称自己不想和狂妄自大的在国妈成为亲家。英恩妈将气撒在了在国身上后，她是舒服了，在国妈却是气得差点旧疾复发。不久后，在国因为此事来找妈妈，言语中透露出失望的味道。
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妈妈却表示因为在国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他不能不管。另一边，英恩也问起自己妈妈同样的问题，而英恩妈也打着为英恩好的旗号，这让英恩一阵头痛。英恩妈越说越生气，将英恩爸搞外遇的事情也说了出来。很快，两人回到家中找英恩爸对峙，英恩爸也跟着生起气来，这才将事情说清楚。即使得知丈夫是想用自己偷藏的私房钱圆他的欧洲旅行梦才被骗，英恩妈仍然不肯让步，两人大吵一架，根本不肯理解对方，这让夹在中间的英恩非常痛苦。另一边，美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最近还经常反胃。小郭仍然在赎罪的路上，为美淑做了一桌子饭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美淑不想在葬礼上和大家悲伤的告别，她想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举办一个派对，开开心心的和大家说再见。这让小郭很痛苦，但是他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虽然说在国面对着种种困难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。他向自己妈妈展现了自己的决心，然而英恩却似乎有点撑不住了，他准备和在国谈谈分手的事情。第二天一早，黄代表来到道勋的公司，问起他和智叔两人的进度如何。道勋告诉他，两人很顺利。刚刚吃早饭的时候，他还送了智叔一本诗集，他觉得自己送这个礼物非常有创意。智叔接到后还对他笑了，然而智叔的笑其实只是为了应付给道勋看的。他认为的礼物可不是这种破破烂烂的诗集，应该是某种亮晶晶的珍贵东西。英恩边听他的抱怨，边和楠姐商量工作的事情，结果让智叔误以为是在嘲讽他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突然看到小郭也在这里，正准备上前打招呼时，结果发现徐代理也在这里。徐代理仍然坚持想要小郭回来上班，小郭却并没有这个想法，他决定要和徐代理彻底断个干净。智叔等两人走后，给英恩打去电话，气愤的他决定现在就将小郭外遇的事情告诉给美淑。英恩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去阻止鲁莽的智叔。美淑现在病情恶化后，如果再受到这样的刺激，说不定会出什么事。智叔却坚持己见，他觉得以毒攻毒，说不定会让美淑产生强烈的求生反应。结果等到了美淑家后，智叔却突然怂了。美淑抱着女儿劝两人趁还有时间多陪陪自己的爱人。此时的在国正在和右晴聊天，在国聊起秀婉出事那天的事情。当时警察告诉他秀婉是酒驾的时候，他就感到奇怪了，因为在他印象中秀婉从来不会独自喝酒，所以他专门去找了秀婉喝酒的酒吧，向老板打听到了是右晴陪着他一起喝的酒，还得知右晴一路开车追寻秀婉的事情。右晴解释道，当他在秀婉离开后才意识到他是酒驾，再加上那天下着大雨，所以他想追上秀婉拦下他。在国并没有怀疑，在他的眼中右晴确实是深爱着秀婉的。晚上时，智叔因为美淑说的话精心打扮后，带着酒来到了道勋的家，他准备好好和道勋交流一下感情，结果道勋却掏出了一杯茶，饮酒有害健康，他劝智叔一起品茶，这把智叔气得不行，他甚至怀疑道勋并不是真的爱他，道勋却告诉他，他对他的感情是认真的。此时的在国和英恩也正在一起，英恩一直忙于工作的事情，而在国这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英恩趁此提出了分手，连对方家长打来电话都需要避嫌，更别说之后两人在一起后各种其他的琐事了。在国却仍然不想放弃，他告诉英恩，如果真的在提了无数次分手后他们还是走不下去的话，到那个时候再说再见。这句话让英恩流下了眼泪。感情上的事告一段落，英恩的工作又出了问题，拉法叶方突然提出要换布料，这让他非常头疼，这代表着他们的工厂白打了一季工。这时拉法叶快闪店的负责人又发来了新的修正请求，对方想要走运动风。英恩虽然不太乐意，但毕竟对方是甲方，只好吩咐小组其他人重新进行修正。仙珠彻底不乐意了，他找来楠姐，准备带着她一起跳槽去别的公司。对方指名道姓要楠姐和他一起来，否则就不要他。见楠姐似乎有些不愿意，仙珠让楠姐考虑清楚再联系他。英恩因为布料的事情来找正准备跳槽的老高，他提出如果这周布料的事情还是和拉法叶谈不拢的话，就要另辟蹊径了。老高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让英恩自己负责。告别了老高后，英恩因为工作的事情忙得昏天黑地，然而负责人却突然失去了联系。楠姐联系那边的人得知，原来负责人出差了。
不久后，布料样品送来，英恩注意到一款黑色系的布料，决定不再修改，就用之前他们订好的布料。南姐有点担心拉法叶方不会同意，英恩却不这么觉得，如果对方仍然不回复他们，他就会将这件事进行下去。另一边，在国回到家，却发现妈妈将秀婉的房间清空，看样子是准备给秀婉告别了。之后她找来在国聊起过去的事情，原来她丈夫曾经出轨过，所以才不待见英恩。她告诉在国，她可以和英恩在一起，不过得等他死了之后。在国想起英恩给他说的话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妈妈到底给英恩说了什么。气愤的他并没有理会妈妈的威胁，他的人生和恋爱不应该被其他人所左右，两人不欢而散。之后他一路来到英恩公司来找他，见到英恩后，他上前紧紧抱住了他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在国想要英恩跟着他一起远走高飞，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俩的地方，那么英恩会如何回应呢？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